Hello， 大家好，我是耀琴。在这一集，我们要分享新手房仲如何快速上手的5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不要想太多，放掉你所有的期望值去做就对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太多，我们都会事前要规划好，因为这样的我们希望什么都做到完美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很容易举足不前。因为我们想完之后，我们根本就不会行动，甚至会有太多的担心害怕。所以与其这样子，我们还不如就不要想去尝试，去发广告，去扫街，去拜访，去调成本及开发性，就直接做这一些事情，把你的所有期望值放掉。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拿到一本新的笔记本，或者说我们搬到一个新家，我们都希望一切都是很完美的，都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因为说有一个地方不好，我们可能会一直局限那个不好的地方，然后认为就不够好。但是其实我们得到一个新家，或者说我们有一本新的笔记本，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享受有归属感，我说居住的地方，或者说笔记本是用来记事，就各种方式我们这样推演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房仲，我们最主要是我们要希望我们的收入是达到我们理想状态，所以我们才选择做房仲。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就把我们的所有期望值放掉，就是 just do it， 就是去做就对了。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去熟悉了解我们现在所在的商圈的属性与其他的区域行情。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是因为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商圈里面，这边是透天居多的话，其实透天跟电梯相较下来，透天的单价比较高，但是它成交量会相对减少，因为透天一般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屋主是不太会卖的。那电梯它就是会有量出来，而且电梯它的交易量会相对的频繁，因为它单价偏低，而且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住电梯，所以如果你的商圈里面是电梯居多的属性的话，所以你的量是看得出来，甚至你每个月都可以稳定成交。那如果透天的话，可能你单一笔成交单价会总价单价会比较高，而且你的业绩也会相对比较好，可是它的量没有出来，所以你必须去了解说在你的商圈里面的属性是什么。再来，对于我们商圈的行情以及这边的成交价，你必须是很清楚。那如果你真的不清楚，因为我们刚入门，你就可以用实价登录的网站设在手机，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把它设在首页，或者说把它设在我们搜寻很快找得到的地方。所以当你去外面，或者说你跟客户接洽，客户问你的时候，你担心他质疑你的专业度，你就直接把那个实价登录网站调出来啊，把路名输入进去，其实它就会带出附近的行情嘛。但是行情它有很多参数会左右决定这个房子的价格，所以这个你都要去学习了解，在这个价钱背后它的资讯是什么。第三个是任何的不会或问题问就对了，不会就要问，因为我们刚进到这一行，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经验，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了若指掌，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或者说我们不会的时候，我们要回去请教主管，或者说请教专业。那也是因为你是新人，所以你在这个阶段你是最可以发问的，因为如果当你等到年资更资深，你会要问的话，可能会不好意思，或者说你已经有自己的既定想法，你甚至没有办法倒掉心中的那些杯子里的水去好好学习。所以在这时候就是不会就问，让自己像海绵一样去问，而且你在完全是空白的情况下，你问人，然后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学习。那你可以多问几个，去比较哪一个方式比较适合你。那对业务来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特性，就是我们很喜欢去解决问题。所以有人问我们就会很好奇说，什么方式对应到什么客户，我们都乐于分享我们的经验给你。那我们也喜欢听到说，你用我们这方式是对客户是不是有用？其实都会有一个脉络存在，就是很容易让我们去掌握这个客户的属性，它有一个隐性的 SOP 就像我们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其实你不会，你就是去问哈。第四个方向是，你要去找出在你这个业界里面，他已经是顶尖的人物，因为他就是未来你的收入天花板。所以如果你听到你的业界里面是有100万年薪、1000万年薪，他就是你未来的
有可能会呈现的样子嘛。那你经过你的努力或者说累积，以及你用对方法，你未来也有可能是千万年薪的人。那如果在你的属性里，在你的那个商圈里面是没有千万年薪，大概都是百万年薪，那它也就是你未来的样子，因为它是已经有前人走出来说，告诉你说这是有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到一个市场里面哈，你会发现说，这个市场里面是没有特别特殊的人，或者说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成绩，那你就要去想说，是不是做不出来，还是说没有人真的下定决心去做？你要去分析它背后的很多因素，然后去考量参酌说这个市场值不值得你投入。但是如果是这个市场都没有这样的成绩或绩效的话，你要想一下，如果你真的要投入进去，它相对的就是会困难了哈，就是它走出来的丰硕成果一定是会丰硕的嘛，可是必须先打头阵，比如说你必须先去说服屋主，然后说因为他没有潜力可循，你必须先去有大量时间去说服屋主啊，或是做这些事情，这会花费你相对多的精神跟精力，所以你要找出在业界的 top sales， 就是去模仿他，然后他做什么你就照他的方式去做，那这样子就会让你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依归去做哈。再来，这第5个方向是你每一天一定要持续的去做。持续的去做是什么意思？持续的去行销自己，持续的去拜访，持续的打电话给客户，持续的发名片，各种。那这个就是你自律的行为。自律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把目标定得太大，就是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说，我每一天就是打电话给客户10通电话。那如果没有打到10通电话的话，我就要想尽办法在今天结束之前完成这10通电话，而这10通电话里面的内容就是做行销不动产，或者是说如果询问客户有没有房子要买卖，这就是 cold call。那再来，有些人他定的目标可能说，我今天一定要寄多少开发信，我今天一定要拜访到几组客户，我今天一定要递出几张名片，这个都是你对你自我的要求，所以你要定期定额的持续的做，它经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它就会累积出。到一定的时间点，你会累积出你丰硕的客户群，就是去耕耘这个部分，自然而然你的业绩就会很稳健的成长，或者说你的业绩就会浮上台面。所以这5点我们来重复一下哈。第一个，放下所有的期待去做就对了。第二个，就是熟悉你的商圈以及在商圈里面的行情。第三个，不会就要问。第4个，就是找出业界的顶尖 top sales 去模仿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就是你未来的样子。第5个，每天持续定期定额定量的去行销你自己。我们在新人的阶段呢，就是我们很容易会陷入跟前辈或说有经验的人，甚至跟我们同时间进入这一行的同侪朋友陷入比较当中。但其实你要记得是每一个人的成交的时区点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1个月成交，有些人7、8个月成交，那有些人很久才成交，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成交的时区点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些无谓的比较，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我们自己比，说我今天是否比昨天多做了哪些行销的动作，或者说我今天比昨天是否多掌握了哪些技巧，我所学的哪些知识，这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部分把它先放下来，因为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前辈他成交，我们心里就会羡慕他说，你看他成交了，可是这前辈他成交，他这一件案件他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或者说经过了他入行4、5年、3、4年，他所有的技巧的学习的学的，他酝酿了他的经验，成交在这个客户上，那这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下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行销自己，在自律方面，我们也要持续的精进，因为它也会成为你未来你成交客户的你的方式、你的技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些期待值，我说这些比较值，先把它放掉。随着你
对自己的精进，随着你对自己的信心度，随着你对自己的弹性度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你在业务这一行他没有失败的业务员，只有方法不够多的业务员。但有些业务员我们很容易就是希望就是做到很紧张这样子，那其实这种都会被自己的这种压力都会被自己压在自己身上，然后是自己把自己逼死，或者说是自己把自己逼得放弃，是因为我们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说比较出来这个结果值，然后你回头告诉自己说我做得不好。但是其实做业务尤其是房仲业务这个市场，它是特定的市场，你没有特殊的需要，你不会买房子，然后你没有想要买房子，你不会买房子，你没有一定的条件能力，你买不起房子，所以它有特定的条件，所以他的客户是固定，所以今天客户找到你，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协助他处理买卖房子，提供这样的服务，就这么简单而已。就像你今天走入手机店，手机店员他不用跟你证明说啊我多努力，我怎么样，我做了哪些辛苦度，然后我告诉你说怎么样怎么样，不会，你走进去你就说我要买手机，请你跟我介绍手机，你要把你的心态放轻松到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话会协助你能够更享受在业务工作当中。OK， 以上是今天我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咯。